叶助理的表现你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我说过的事他都能记住，还能主动发现问题，交流起来简单舒服，都有点舍不得放他回儿科了。你认真的？当然是开玩笑。那就好，请不要忘了找他做助理的初衷。林特助，我觉得工作上认真点是没错，但聊天的时候可以放松点的。好的。院长，你是不是喜欢叶诗兰？有什么？我记得你一开始是想找他算账的。我那是为了调他当助理做铺垫，提醒他是欠我的，这样就能增加我的谈判筹码，好好让他配合我的计划。你可以换一种方式，没必要绕这么大个弯子。你不了解他，你了解就好。你别话里有话啊。我是看你乐在其中。我没有。有。一部分成年人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人，会做出一些无聊幼稚的举动，故意捉弄、打趣、欺负对方。看到对方的囧样或萌态，会心情愉悦；看到对方可怜，又会燃起保护欲。小说中这种人有个专用名词，叫做小学鸡。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啊。以上没有任何侮辱小学生的意思。你是在故意调侃我吗？是你让我轻松聊天的，也许你没有这个想法，但叶医生会不会误会就不知道了。毕竟他情伤未愈。一会儿和制片人聊完，要赶紧一起吃晚饭吗？不了，马上有别的安排。好。王院长，院长在吗？院长出去了。现在快到下班点了，他应该不会回来了。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叶医生，助理工作干得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还行，再尽快适应。助理呢，就是接触的人多，千万不能怕得罪人，一定协助陆院长把管理工作做好。嗯，好，我会的。好，那你慢走。喂，院长。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现在下楼到路边等我，请你吃个主持饭。哦，好。入职饭。哎，咱晚上吃啥？火锅、西餐还是烤肉？你觉得呢？烤肉吧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不对劲儿吧，院长竟然给叶医生当司机。走吧，吃饭。走吧。来一个这个西套餐吧。好的。我要一样的。好的。稍等。怎么了？这入职饭也太贵了吧？还没有你那盆鸡肉贵吧？院长，要不我把钱还给你吧？好啊。你是觉得我缺这笔钱吗？不缺。还是你想让我欠着你的？不是。不过这盆鸡肉定价确实有点贵啊。那我还你一半。
我觉得行。我想要现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取。你傻不傻呀？跟你开玩笑的，坐下吧，安心吃饭。一部分成年人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人，会做出一些无聊幼稚的举动，故意捉弄、打趣、欺负对方。看到对方的囧样或萌态，会心情愉悦；看到对方可怜，又会燃起保护欲。小说中这种人有个专用名词，叫做小学鸡。魏助理，我今天请你吃这一餐入职饭，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说清楚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当助理吗？上次不是说了吗？为了方便就近报复我。那是你自己的猜测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做事虽然莽撞了一些，但正直善良，很敬业，很有爱心，而且还很有正义感。我有这么多优点，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不是要夸你啊？我只是想解释一下，我只是单纯的欣赏你，不要有别的误解。什么别的误解？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我在故意的吓唬你，甚至很幼稚的开玩笑，像小学生一样。我承认，报复回去确实让人有一点点爽，但其实这是我自己本人的性格原因，不是因为你的与众不同，跟你没关系。这点你能明白吧？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你是想说，你不是小学鸡，你找我麻烦不是因为喜欢我，对吧？你还知道这些啊？我的闺蜜是搞文学创作的，她给我科普过。哦。不过院长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有这种误解？我也就随口一说。不过，你欣赏我和找我做助理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想你可以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打造个更好的安心医院。更好的安心医院。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，这点你们做得很棒。而我作为医院的管理者，我有责任和义务为你们提供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，让你们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好的回报，让你们在医院工作可以快乐工作，并且有足够的时间享受生活。我其实也知道目前医院存在了不少的问题，你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和感受，也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。所以我想邀请你，从员工角度给我一些启发和建议。你愿意帮助我吗？我愿意。黄主任的确喜欢让我们帮他做私事，大家心里虽然都在抱怨，但没人拒绝。为什么？排班、主管评价、绩效考核的坎都在黄主任手里，
他可不好得罪。看来这个黄主任比我还棘手啊。他跟你可不一样，在我们儿科，他的要求就是命令，必须执行。哦，他还喜欢召集我们这些年轻医生聚餐，美其名曰团建。你们不喜欢聚餐吗？偶尔几次还行，可黄主任是高兴也要聚餐，不高兴也要聚餐，还经常临时通知，搞得大家都要取消自己的安排，听他在饭桌上喝酒吹牛，还要热情的捧场。你试想一下，没有自己的私生活，要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，自费加班还要表演，心里能不窝火吗？难怪你回来以后也没见你多快乐。这不重要。快乐的上班对于打工人来说，本来就是一种奢侈吧。我看你在桃源村的时候明明挺开心的呀。那里简单啊，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。可是除了基础工资之外，绩效只象征性的发那么一点，我也不能一直待在那儿。因为你要买房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晚上偷喝酒的时候你自己说的。你也喝了？对，我是共犯，行了吧？所长在我临走的时候送我一瓶酒，他还嘱咐我一定要保密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根本不知道副所长偷喝他酒的事儿。那这么说来，这副所长还挺有趣的呀。有趣是有趣，但他没有心。我昨天给他打电话，他活得那叫一个自在。他还说新去的小苏医生什么都顺着他，那叫一个快，好像我在的时候一直在折磨他呢似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闺蜜在家吗？应该在吧？那就好。吃一盒环银香，一共是10箱，怕你吃腻了，所以每种口味都买了一点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我是写了欠条的，这是一定要还的。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啊。慢慢吃呗，反正是最新出厂的，保质期18个月。好吧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泡面还完了，我们在桃源村的账也算正式结清了。这就结清了？你是觉得还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领教了。叶时来，我发现你思考事情的时候，总喜欢往悲观的方面想。虽然你在桃源村的时候误会我，想要改造我，但其实你也帮助了我很多，也关心我，也没有真正伤害到我。但你心里好像只记得对我的恶劣，觉得我真的会报复你。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，已经习惯了。以后试着往积极的方面想吧，说不定会快乐一点。走了。明天见。我之前还纳闷，在桃源村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是安心医院的医生，他突然就不辩解了，
还顺着我的话说，拐弯抹角的想打听一些医院的事儿。原来他是想知道医院的问题，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。行啦，都夸了一路了，怎么对陆朝夕心动啦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单纯的欣赏。正好有点饿了，你要不要也来一桶啊？不用啦，今天晚上吃了大餐。陆朝夕请你的？入职饭。你之前一直担心陆朝夕可能会报复你，现在看来他好像一直在奖赏你啊。他就是个爱逗人玩的性格，其实就是个纸老虎，或者说更像只狐狸。而且他想做一个好院长，需要我帮忙。这么单纯啊？是啊，而且他还特意解释了，就怕我误会他对我有别的意思。解释？难道不是心里有鬼？他条件那么好，之前肯定有不少爱慕者，估计是之前造成我什么困扰吧。条件很好的狐狸啊！哎，你有没有看过《小王子》？狐狸和王子接触、建立联系过程中，一点一点被驯养，然后不可避免地产生感情，成为彼此独一无二的人。你就别再瞎引申扩展了。你只要看到男人女人在一起，就觉得一定有爱情。爱情多美好呀！我也是因为向往才写这类题材的嘛。而且就我的经验而言，这男女主要是没有冲突了，再不来点爱情，读者都跑光了。别构思那小说了，快吃吧，再不吃都软了。这些你可要负责一半。小意思。这趟幸福的列车，也曾经大雨滂沱。那一刻风吹过，留下太多未知的颜色。早啊，早啊，院长。你喜欢冬青啊？漂亮的都喜欢。冬青有坚韧不屈的寓意，过几天也会换其他的。这花我是从鲜花基地网购的，隔天就到，自己修剪一下就行，比外面那些花店便宜多了。你还想着为我省钱呢？节俭也是一种美德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那有黄主任出版的新书吗？没有，我还没买呢。他都没送你一本。我们都是自己买的，帮忙增加销量嘛。那你去黄主任那帮我借一本吧，就说我想看看。好。陆院长又不懂医学，干嘛要看我的书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院长说想看，就让我来借一本。既然是院长要的，那我得给签个字哈。叶医生啊，你呢，虽然现在是助理，但是毕竟啊，还是咱们儿科的人，还是要回到儿科里来的，要多看书，少扯闲，啊，不要荒废了你的专业。我会的，黄主任。拿给院长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啊。哎，坐。我们继续。哎，小江，我问你一下，你知不知道这叶医生为什么要去当助理呀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平常交流比较少。怎么能不交流呢？
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这科室的同事之间要多联络感情的，有事儿没事儿的要聚聚餐，多关心一下嘛。好。好了，那个研讨会的事儿就说到这儿吧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主任。你下午去儿科办公室转一圈，针对院长信箱随便聊点什么。好。你跟领导吃饭让你压力很大吗？每次都吃这么快？没有，我是习惯吃得快。不过其他人的话，应该会有压力吧？因为什么？吃饭本来是件开心放松的事，但领导总会有意无意的聊到工作，这是其一。虽然有些开明的领导都让下属不要拘谨，随意点，但其实双方心里都有界限，一旦越了界，领导还是会不开心。所以下属也没有办法完全放松，这是其二。当然还有些奇葩的领导，那就是特例了。以上，请不要对号入座。你明明说的是我吧？所以，我上次说你和叶助理的事越界了吗？没有，但是跑偏了。我觉得现在下定论还是为时过早。我说林特助，我发现你闲聊天跟工作的时候，完全用的不是同一个脑回路，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有吗？没有吗？但也无妨。哎，院长，你平时会随身携带创口贴吗？怎么，哪受伤了吗？哦，没有，只是随便问问。我吃完了，有事先走一步。好。您好，请问想喝点什么？我们的草莓是刚到的货，非常新鲜，要不要还是来杯草莓奶昔？您来过几次，我记得您。哦，给我来杯冰美式吧，另外加3份浓缩，外带。加这么多可能会有点苦啊。没事。好。稍等。3倍浓缩冰美式，谢谢。来走。唉，哪怕喝再多的草莓奶昔，也无法甜到凯文心仪的那份苦。偶尔也需要一杯加浓缩的冰美式，来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那些年的悲惨过往。这东西不错，值得表扬。谢谢。一会儿我要去你家监督保洁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吧。好。哟，黄主任。黄主任，陆院长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想跟您聊2句。来，那边坐。哎，别吃来。那我去泡茶。哦，这个没想到陆院长对医学类的书也这么感兴趣啊！啊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严格来说，这也算是科普类读物吧？啊，没错，没错，通俗易懂，受益良多。
读者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看你每天这么忙，一年还能出好几本这样的书，实在是佩服啊。哎，这个普及医学知识，不瞒您说，自从我出了这本书啊，有很多读者读了以后，知道我是咱们安兴医院的儿科主任，特地预约我给他们看病的。那我们安心医院能有您这样的名医，实在是荣幸了。哎呀，院长夸奖了。对了，那您百忙之中找我有什么事儿呢？啊，您看，这个光聊天了，把正事儿差点忘了。我听说林特助到我们儿科去征询了许多儿科医生的一些建议，院长呢对我们儿科这么关注，我作为科室的主任，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些反馈，看看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。黄主任有心了，不过您想听真话吗？当然。儿科有医生反映，黄主任把自己出书整理资料的私活分配给他们，有这种事儿吗？黄主任有心了，不过您想听真话吗？当然。儿科有医生反映，黄主任把自己出书整理资料的私活分配给他们，有这种事儿吗？有，不过啊，不是分配，是他们主动要求这么做的，并且还说呀，他们这么做还能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呢，也是为咱们年轻医生有这样的上进心感到高兴啊。我怎么听说他们负面情绪很大呢？啊，有吗？不会，您肯定是搞错了。是吗？啊，请喝茶。哎，正好叶医生也在这儿。叶医生，你来说一下，你也帮我整理过资料，是不是你自愿的？有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？我，黄主任，你这么问吓到叶医生了。没错，叶医生的确反映过相同的问题。啊？黄主任，员工有负面情绪，我作为院长，不得不过问一下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不过呀，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意见，我不知道啊。不过院长放心，我啊一定改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吧。哎，喝茶。好。陆院长，我先走了。叶助理，保洁的时候帮我把客厅的香薰点上。嗯。你心情不好啊？你刚才为什么跟黄主任说是我说的？因为你确实说了呀。那是我们私下说的。你没看到黄主任刚才一直在装糊涂吗？他都点名到你头上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撒谎，还是退缩呢？今天是个私下场合，已经给所有人都保留了余地。你之前不是也希望黄主任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什么？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，那我要怎么解决一个没有受害者的问题呢？行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走了。
喂，我才看到你的微信，陆朝夕这是等于把你卖了呀？是啊，黄主任一定恨死我。这你都没说他吗？我说了，是陆朝夕一副很有道理的样子。我也是，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说不出话，气死我！亏你还说欣赏他。我对上当受骗，被他洗脑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待在桃源村呢。他是属狐狸的嘛，以后我在他面前一定要装哑巴。我这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好。你好，宝洁，麻烦开下门禁。好。你好，您是彭阿姨吧？我是陆院长的助理，我叫叶诗兰。陆院长提起过，他家的阿姨不定期的来给他做好吃的。是，我是给西西做饭的。西西，那您忙。阿姨，我来帮您吧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歇着吧。没事，反正我也闲着。那你帮我把那个豆摘了吧，一会儿我煲个汤。好。小叶助理啊，你刚才生气说的话，我是不会跟西西说的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我也被这个孩子气过很多次，所以呀，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。您在他们家工作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，很多年了。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一直把他当儿子养。这孩子呀，从小就很皮。这些年出国留学，毕业以后又忙于工作，我们就很少见面。哎，和平了很多。刚才看你这么生气啊，看来他还是老样子。那平常惹您生气的时候，您都怎么做呀？有一次他把我气急了，我就偷偷的把他的作业本藏起来，让他去学校挨老师的批评。真的啊？啊，这还有假？不过他呀是一点亏都不吃。我藏他的作业本，他就偷换我的盐，一碗菜怎么放都不咸。这的确像是他做出来的事儿，什么都记得，然后冷不丁给你来一下。是啊，这小子啊特别记仇，你这个助理可不好当哦。哎，小野助理，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我爸去世了。我妈和再婚的叔叔在菜市场卖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多嘴了。没事，我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那小叶助理，你会做菜吗？家常菜会做一些。哦，跟妈妈学的？不是，上初中的时候我就住校了，后来大学毕业，我一个人搬出来住。才有条件学了一点，那还是有天赋啊！来，吃一颗。谢谢阿姨，不客气，随便点啊。阿姨，我主要负责陆院长生活方面的事，刚调任不久，了解的不多，有些事可不可以向您请教啊？当然可以。你这么生他的气，还惦记着工作啊？生气归生气，好好工作是本分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俩加个微信，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小叶助理啊，你先走，
等西西回来，汤也煲好了，我跟她打声招呼再走。好，今天辛苦你啦，一直给我打下手，还陪我聊天。是您陪我聊天，把我的气都聊消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西西这个孩子我还是了解的，她本质上是不坏的。我知道，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小摩擦，没事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对了，今天咱们俩说的话就都是秘密，我可不希望这小子说我在外面不给他留面子。好，秘密。那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吧，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喂，院长，你家的保洁已经做好了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客厅的香薰我已经点好了，彭阿姨给你做了饭，她还没走，所以香薰我也没有灭。如果家里没人的话，记得把它灭掉，杜绝安全隐患。好。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？没有了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来我家来回都打车吧，从此让你出钱。不用了，我骑车就行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。阿姨，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快饿死了！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，怎么是你啊？面来喽！慢点。不错吧？果然还是泡面适合我，吃大餐让人消化不良。欠人理短，吃人嘴软。陆朝夕这一套套的呀，高手。他何止是高手，他简直就是狐狸成精了。今天他和黄主任刀光剑影的时候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误伤我。结果呢，还是被秒成渣渣。你这是从新手村出来就遇上帮战了，而且直接对上帮主，等级差太多，只能是炮灰。前几天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的。幸福来得太突然。暴风雨来临前都是风平浪静的，协作手法里管这个叫寓意先扬。我还送了他冬青花，你知道吗？他倒是坚韧不拔了，我却成了他的垫脚石。你说气不气人？被出卖了能不气吗？陆朝夕这就是人品有问题。也不至于人品有问题吧？这就是做事方法不对。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本来就是，他也有很多优点的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陆朝夕肯定是看出来你容易心软，才把你吃得死死的。所以说他是我的克星啊，一说他坏话，他就能发现。还好今天的阿姨人真的不错，答应替我保密，不然我又要被他抓住把柄。你以后啊，在他身边脑子放清楚一点，不用担心我啊，大不了我就不取材他了。我才没担心你呢。彭阿姨有事回老家了，你也没必要骗她呀。来，给。那当时小叶助理在说你坏话，你还告诉他我是你妈，人家回去还能睡得着觉啊？以后还怎么一起工作？你真有想那么多？我看你是觉得别人认错了，自己玩心起来了，想找乐子吧？那你当初不也骗人家？我那是因为工作。找他做助理也是为了工作？那当然，要不然是因为什么？你之前跟我说起桃源村的时候，谈起他的表情可是很有好感啊。我那是欣赏别人的品质。感情就是从欣赏开始的。哎，你们俩天天待在一起，你仔细想想，就没有一瞬间有那么
来电的感觉，还真有啊！不是，那哪叫什么来电啊？那跟漂亮的异性在一起，因为某种氛围下，因为本能出现不自在的反应，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啊。你也承认小叶助理漂亮啊？妈，你最漂亮。跟你妈说话还打岔。咱们家不需要你做商业联姻，找自己喜欢的最重要。问题是你真的想太多了。哎呀，就不用管了。要是你们俩关系变好了，我就找机会跟他解释；要是没什么进展，他不做助理以后，我们也不会见面。哎呀，互不影响。随便吧，你别乱来就行。倒是你要注意啊，别老耍小心机，惹人家女孩子生气。所以他说我什么坏话了？想知道啊？想。想知道也不告诉你，这是我和小叶之间的秘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说，你可不愧是我亲妈。哎，早。哎，曾医生，你把黄主任那个资料给我啊。我还没弄完呢，黄主任催了。不是，黄主任说不要我们整理了，让我把资料收齐还给他。黄主任吃善良药了。昨天林特助来找过咱们以后啊，这黄主任啊让院长给叫上去了，估计是被院长给骂了。我们昨天什么都没说呀。昨天上午呀，院长让叶医生去找黄主任拿了一本书，估计是早就听说了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叶医生告的状。叶医生这么刚的吗？人家现在是院长身边的红人儿，院长亲自送他下班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跟江医生亲眼所见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儿科要变天了。你太天真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火烧完了，哪儿来的还得回哪儿去。那这叶医生不会引火上身了？昏了头了呗。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人叶医生的，最起码他做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，现在也算是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人家才对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您的外卖到了，麻烦下来取一下。好，我马上下去。你好，你好，是1162吗？是，这是您外卖，谢谢。请你喝杯巧克力奶昔，不要再被陆朝夕的甜言蜜语给迷惑了。还有什么甜言蜜语？叶助理。还是我来吧。阿姨，帮我清理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阿姨。啊，没事儿，你们走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刚才点的什么？我陪你一杯吧。不用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刚才明明是被吓到的，我在你心里还是那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？没有啊。
叶助理，外卖是不能送上来的吗？医院有规定，需要自己下去拿。你觉得这规定合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规定是为了更好的就医环境，自然是合理的。为什么说不知道？既然你觉得合理，那为什么要问我啊？帮我点一杯刚才那杯饮品吧。啊？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你的警告起了作用，黄主任让我把资料都收回去。见风使舵，动作倒是挺快的。儿科其他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没有顺便点一点他？如果没有佐证，他只会跟我打在一起。而且他是安心的老员工，又是科室主任。如果对他处理的理由不充分，那他在其他主任或者医生同行面前胡乱编排，对我们可不太友好。借。院长，你要的饮品。知道我为什么点吗？想陪我一杯？拿走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点了一杯。我先出去了。自己点一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话直说。只是想起了一句网络流行语，说来听听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开什么玩笑？叶助理是在跟你保持距离吗？因为你出卖他的事。什么叫出卖？即便我没有准备道歉，黄主任也会把这笔账记到他头上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叫他做助理？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啊，也是在帮他。人家自己会想明白的。但愿吧。我说他怎么把叶诗兰调去当助理了呢？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你说，我们当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啊，帮领导做些事情，这怎么了？干嘛这么上纲上线的？弄得自己跟青天大老爷一样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要收敛一点。徐院长，你不能小看这个陆朝夕，他呢是为简历贴金来的，到时候哗众取宠一顿，捅了一堆篓子，到最后不还得你来收拾吗？啊，你就说，这个纪录片这事吧，陈主任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啊，居然一点都不反对了。那些产妇们都知道要拍摄纪录片的事儿了吗？不知道。到现在还没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应该啊还在保密阶段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许院长，您听说咱们集团张总的儿媳妇也要在咱们医院生产吗？我前一阵子还在妇产科见过她呢。许院长，小叶子反套路到陆朝夕，心情爽吗？看到他吃瘪的样子，太开心了。院长，有事吗？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不用了。要不你请我吧。
啊？啊什么？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那你想吃什么？你好，请慢用，谢谢。这家店味道还不错，离医院也近，你将就一下吧。客随主便，我不挑的。林特助说黄主任把资料都收回去了，这里面有你的功劳。我才不想要这种功劳呢。那天你还说愿意配合我呢，我现在后悔了。你就这么怕得罪黄主任吗？院长，我知道你想打造一个更好的安心医院，我很佩服。但我真的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，以后回到儿科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一名儿科医生。还以为你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呢。正义感能当饭吃吗？那你这样明哲保身能让你快乐吗？我快不快乐对你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。我知道，你想做一个好院长，关爱员工，但是你真的不用再给我洗脑了。你觉得我是在给你洗脑？不然呢？我是真把你当朋友才这么说的。你把我当朋友？对啊，你不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吗？我被困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，而你刚好是安心医院的医生，想要被调回来，而正好我又是安心医院的新任院长，好像是挺有缘分的。你没有把我当朋友吗？你是领导，领导就不能当朋友啊？也不是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怎么会？你那么优秀，是我不敢高攀。交朋友还高攀，你就这么势利吗？我是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你有？我有。对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你只是把我当领导的话，你还敢给我使眼色、堵我的话，故意跟我对着干吗？你就是认准了我们的交情，觉得我不会生气为难你。我好像是不怕你。你就怕黄主任，不怕我。如果你不是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就是专挑软柿子捏。怎么会？再说，你也不是软柿子。叶石兰，既然我们是朋友，那我以后这么叫你吧。好啊，不过我还是习惯叫你院长。可以啊，听起来很带感。其实你一点也不像院长，我印象中的院长都是穿白大褂的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女朋友也太漂亮了吧！送她一枝花吧。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可是你们很般配。那这个小姐就可高攀不起吧？别闹了，别打扰人家工作。院长。院长好。院长，你们好。你女朋友太漂亮了，送她一枝花吧。一枝花多少钱一枝啊？5块。来这。走吧。祝你们的爱情甜甜美美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姑娘，还有多少枝花？15枝，75。行，我全要了。你干嘛啊？好，不玩了。给。干什么啊？拿着。小哥哥，加油哦！走吧。你搞什么啊？送你花啊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我是问为什么。
想让你开心点。我是想着把他的花都买了，他可以早点回去。他还有存货，不会这么早回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在街上卖过花。为了挣生活费？碰到情人节和七夕的时候，这一天能赚出2个月的生活费。这么多？嗯。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标准，我1个月大概也就几百块吧。那你在卖花的时候，也像他们那样嘴巴那么甜吗？当然啊，一定要积极热情。遇到女生就夸她漂亮，遇到男生就夸帅气，遇到是情侣的就祝他们幸福美满，祝福不是情侣的早日牵手成功。而且一定要有眼力见，如果遇到有希望的就多推销推销，没希望的就不要浪费时间。总之，小嘴要甜，多说漂亮话，生意一定会好的。笑什么？啊？我看你一直在笑。就是很难想象到你也有嘴巴那么甜的时候。那你是不知道，一个普通人会为了生活妥协成什么样子。这是要干嘛？前面就到医院了，把花包起来，不然和你走在一起容易误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解释啊？他们应该能看出你是在开玩笑吧？那可不一定哦。走了，管人家怎么想的。小叶助理，西西给你道歉了没有？不用道歉，他本身也没做错什么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他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教你怎么对付他。谢谢阿姨。院长。叶时兰，帮我收拾一下茶具，下午不回来了。好的。你跟叶助理和好了？什么叫和好？我跟叶时兰本来也挺好的。看出来了，你都直接叫名字了。我们现在是朋友。叶助理真的自己想通了？何止想通了，中午还请我吃了顿饭呢。人家叶时兰才不是小家子气的人，孰是孰非，心里明白的很。我欣赏的人绝对错不了的。万事无绝对。你是真的很容易把天聊死。我们要去见的这个猎头是专门负责医生领域的，手上的资源很多。我刚知道他是我的学长。行，一会儿你主聊吧。好。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儿吗？院长在追你啊？当然不是，但这不关你的事吧？是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跟院长走得太近。他们这些人喜欢以说话之道蛊惑人心，你很容易被绕进去，被利用，被人家当枪使，最后变成炮灰。你了解他吗？
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看，你现在已经在替他说话了。你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啊？当初被高院长利用，得罪了黄主任，拖那么久才给你调回来，你怎么不长记性？关高院长什么事儿？你果然还是不明白。叶诗兰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你听我一句劝行吗？不要随便站队，也不要以为院长能够主持正义。我们就说黄主任吧，这些年给我们医院做了不少贡献，又是儿科名医，院长是不会因为他犯了什么小错就对他怎么样。院长怎么对黄主任，不是我要操心的事，我只是一个临时小助理。那你以后不会儿科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啊？陆朝夕来我们医院做院长，那就是给履历镀金的，镀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，你不是还得回来？你说你把黄主任得罪了，你有好果子吃啊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怎么不直接放医院，还拿回家来了？院长那每天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，我办公桌上放一束红色的玫瑰，多奇怪。陆朝夕真是因为开玩笑送你花啊？要不然呢？别一听说我们关系缓和了，就想东想西了。你们现在可不只是关系缓和了，你们可是朋友。朋友，有的时候可以是个很暧昧的词。也许他只是客套，随便说的，我当真了。我先换衣服去洗澡了。哎，小叶子，你心情不好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叶诗兰，早啊！早，院长。我帮你开门。没有花花吗？捡了根不换了水，还能再撑2天。我说你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节俭吧？新买的花已经在路上了，到了就还。哦，又给我准备什么花？我买的花。算了，你还是先别说了，等到了直接给我清洗吧。院长，你这样让我压力很大。那就化压力为动力，揣摩揣摩，用心准备。我先出去了。喂，妈。兰兰，你谢叔叔的姐姐在县医院挂急诊，医生建议转到上级医院去。我准备跟小伟跟车过去照顾。要来我们医院吗？哦，不是，去附2医院。哦，那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安顿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，见面再说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听医生的，有事再连线吗？啊，好好，拜拜。叶诗兰，帮我下楼拿个外卖。好。